它没有肉，它就是它就是。哎呀，有。老板，石头刀怎么卖？5块一个，10块钱3个。来3个吧。好，等一下啊。要什么口味的？3个口味一样1个。再吃还打包？给我1个吧，其他2个打包。收过去。等一下啊。来，拿好了，小心烫。我要。反正一来就3个。哇！要不这么好吃怎么做的？想学你啊？我教你啊。我早就想录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拍视频那个人一直在偷吃我们的配料，他就一直在偷吃这葡萄干。你这葡萄干这么好吃吗？那没什么东西吃嘛。啊，这葡萄干这么好吃吗？那你还吃这么多？是挺好吃的。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梅花糕。可能说到梅花糕，很多人会说，哎呀，是我们南京的特产，哎呀，是我们泰州的特产，哎呀，无锡好像也有。没错，很多地方都有。我们今天呢就准备做2个版本，一个是南京的版本，一个是泰州的版本。然后只能说是尽量还原，大家也可以看看里面有什么差异。开始，120克的黑芝麻冲洗干净，过滤出来。中小火把芝麻炒干炒香，一定要把里面的水汽完全的炒干，炒到里面的芝麻会自己跳动的时候就可以了。打成芝麻碎之后倒出来，加40克白糖、30克花生粉、20克水、40克猪油，稍微加热一下，把猪油融化进去就好了。好，这样我们这个芝麻馅就完成了。其他的馅料买现成的就可以了。紫薯馅、豆沙馅，哎，这个好难吃。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红豆馅，好难吃啊，觉得。哎，这个也是我小时候好讨厌吃的，把它切碎一点。这个应该是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了，现在说实话大家都不太爱吃这东西。可能他们太年轻了，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再来一点小汤圆，瓜子仁来一点。这个是不是也是老奶奶磕出来的？当然不是。750克的面粉，再加250克的糯米粉，直接加水。边加边搅拌，你在搅拌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面很容易起疙瘩，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。因为我潜伏在一个500人的梅花糕制作大群里面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告诉我，只能用打蛋器打就好了。准备好面糊和这些配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这个超重，这个要先预热15分钟，开大火，把我们搅拌好的面糊倒到这个壶里面，薄薄的一层油啊，千万不要多，这个不太实用，布的那种团子可能更方便。每个里面只要倒1/3。让这个面糊流的到处都是。哇，这个好重！没关系，我们试验的嘛。接着往里面开始放馅料，这个是紫薯馅，馅料可以大一点、多一点啊。放上馅料之后，我们再给它盖满这个糊糊，稍微让它流淌均匀一点。每一个放上1个枣，撒上瓜子仁。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好吃，瓜子仁的能好吃到哪里去啊？葡萄干一定要多撒，你看右上角这个我就不撒，急死你们！哎，我就不撒，啊，多给点，多给点。红绿丝，这个上点颜色，撒上小汤圆，好，盖上锅盖，等个4、5分钟吧。这样行不行啊？靠谱不靠谱啊？我怎么感觉不太行啊？很慌啊，好紧张啊！看一下里面是怎么样，来，3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好没好，但是我已经得到了群友的肯定，群友说这个很好，还问我多少钱一个。先拿一个尝尝看啊，万一不熟我们再继续烧。哎，这个拆不下来怎么办啊？完了，这个这个不知道在哪里把它取出来，用这个弯钩一样的勺子，看看能不能取不出来。你看我这个不熟练的手法，有没有怀疑我其实是个便衣警察，在这里卧底的？这芝麻馅呢被我扎爆了。哦，出来了，累死我了。出来了，我觉得不行，还得再烧一烧，把葡萄皮干吃掉。等我，啊，烫死我了！外面是脆脆的，上面就是这样。
哇，外面好脆，里面是这种流心的紫薯馅，不是这个东西牛批，是你阿平还原小吃的水平牛批，跟你阿平分个小吃之王不过分吧？当你把上面的糕吃完之后，就会有这种满满的馅料，加上脆脆的外壳。你们吃过冰淇淋吧？就是那最后一口最好吃，这个就是最好吃的那一口。来，给你们。啊，你们不配，给我媳妇儿。你看，我已经咬到紫薯。哦，你已经咬到这紫薯吗？我本来想这样咬，但是又感觉这么好好看啊！说你好看，不是说这好看。哎，哇，这个好好看啊！这个，来给他们看一下这个馅料。我吃过啊，以前在南京吃过，是这种感觉吗？差不多。馅要放得多才好吃。对啊，哇，好好吃。他们听得到声音吗？用可以声音。如果客人比较少啊，你可以这样一个一个挑给顾客。那如果客人比较多，你可以把它倒出来。哇！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几个，我就可以给你这样。这样可以拿给顾客更方便更快。我再演示一个台州的做法。其实台州的版本面糊会更干一点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这边就这样尝试啊。台州的要把这个倒满，接着往里面放上馅料，红糖的，哎，我干脆都倒上算了，不要省着点。芝麻也是放1小勺。接着用这样的签子把馅料搅到里面去。这哪里有坑我不记得了。把这个馅料都搅下去之后，在上面再撒一层红糖。这个版本我用的是发酵面团，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开始起这样的小泡。上面再撒一层芝麻，接着盖上我们这个盖子，大概5分钟。我们试下来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，大家可以买那种超市里面给你们试喝的那种小杯子。趁热把它分开，用这样一个弯头的小钩子，哇，把它勾出来。哇，这个糯叽叽，哦，出来了，烫的我叫爸爸，哇烫，哦烫，这个是满满当当的红糖味，大家看到吗？像这种红糖的和芝麻的，在台州当地大概卖2块钱一个。像我们这种放了很多配料的，在南京当地10块钱3个也有，5块钱1个也有。我们也做过了几次尝试了啊，然后有一些小技巧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，我推荐大家使用加了糯米的面糊，它更好吃、更糯，但是有一个缺点，它的成本更高。第二，脱模的时候这样一个一个铲，其实挺费劲的。我建议大家是把它合过来，然后分割，那样比较好。第三，火力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我这边用的是全程大火，大概要烧6到7分钟。那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那个火力是怎样的情况，一定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调整。第四，关于馅料，我今天用的是几个比较常见的馅料，其实很多地方还有其他馅料，比如说无锡他们还有肉馅的，说实话看起来也很好吃，所以你们也可以根据你们当地的口味去调整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个比较简单，但是看起来很夸张的小吃，非常适合摆摊用，大家会觉得哇好神奇啊，想来尝一尝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这个锅真的超级重，你感受一下这个锅有多重。我不是演的，是真的离不起来。因为这个东西很长嘛，你抓这里会很烫。如果你离得很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非常费力的杠杆，学过没有？已知锅具重13.27千克，锅的直径为30厘米，锅柄长度为47厘米。请对现在这个力学系统做受力分析。我估计这个应该是 B 站这些小吃当中啊最重的东西了啊，我门口那些什么烧饼桶那些不算啊，就是需要操作的设备当中最重的一个了。我脖子扭了。